上周才高调呼吁中美共存，并表示美国在亚太不谋求统治地位的白宫印太事务官员坎贝尔，本周又预测称，太平洋地区未来或成为全球最有可能发生战略惊奇的地区，并借此呼吁英国、澳大利亚，甚至之前遭背后捅刀的法国一起联合抵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有美国学者就警告称，冷战思维只会禁锢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战略惊奇的另一个翻译名称是战略意外。那么，美国想要制造的到底是惊奇还是意外呢？来看分析。据路透社周一报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周一在出席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上表示，在未来1-2年，太平洋地区或将成为全球最有可能发生战略意外的地方。坎贝尔指出，美国在该地区有巨大的道德、战略和历史利益，但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盟友不同，美国对该地区的援助力度远远不够。尽管坎贝尔没有详细阐述他到底是如何做出这样的判断，但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坎贝尔明显指的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建立基地。事实上，对于美方政客及西方媒体拿中方同太平洋岛国开展正常合作进行炒作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此前曾作回应，强调中国充分尊重岛国政府和人民意愿，始终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受到岛国各界广泛欢迎，希望有关方面客观看待，停止无端炒作。它这个英文词 strategic surprise 呢，它的中心词是 surprise， 是意外惊喜。我的理解，它的意思是说呢，是战略性的意外。太平洋地区呢，就美国而讲呢，它的所谓的对外战略中呢，它主要是在西太平洋。那么它显然是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呢，是针对中国而言的。如果针对中国而言的话呢，它主要是集中在南海或者是台海。那我觉得在目前的背景下呢，它这个战略意外呢，我觉得指的台海的可能性呢更大一些，可能就会使得台海地区的这个紧张局势呢进一步的加剧。在讲话中，坎贝尔还特别炫耀了美英澳的3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以及美日澳印之间的所谓4国对话机制，称这些伙伴关系都让中国倍感压力。外界还注意到，坎贝尔在这次的讲话中还提到了法国。他表示，要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法国等对太平洋有兴趣的合作伙伴合作，全面提升我们的实力。对此，有分析指出，这番表态再次赤裸裸地展现出美国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潜规则。近来，为强化对中国的遏制，拜登政府屡屡在亚太地区寻求通过与其盟友及合作伙伴的关系来施加影响。去年9月，美英澳3方组成AUKUS， 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攻击潜艇，却因此破坏了法澳之间价值500亿美元的常规潜艇订单，引发法国强烈不满。其后，美方出售一套航母用电磁弹射器系统给法国，以修补双方关系。就美国现在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奉行的那一套的这个措施呢，它都是使劲的在鼓动它的盟国一起参与。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呢，围绕着所谓遏制中国或者是牵制中国的战略目的呢，所发动的一系列的这种军事上的部署和行动呢，实际上它的背后呢，都确实有着欧洲国家的影子。所以呢，这个AUKUS的事件发生以后呢，法国呢公然跟美国翻脸呢，使美国呢感到呢比较的震惊。所以呢，拜登政府呢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的措施。中美关系当前陷入僵局，面临严重困难，与美国内一些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有关。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新冷战。 So we're going to see more difficult relations.But I don't see a new Cold War. 约瑟夫·奈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以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在克林顿时期，他曾任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奥巴马执政时期，他提出的新概念巧实力成为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主轴。近期，他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称，冷战思维只会禁锢美对华政策。他认为，在冷战期间，苏联对美国构成直接军事和意识形态威胁，双方几乎没有经济
或社会联系，遏制是一个可行的目标。但中美之间的这场三维博弈分布在各个层面，包括军事、经济和社会，不仅仅有一个层面。去年，约瑟夫奈教授曾接受深圳卫视《新闻》专访，深入探讨了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可能存在的合作空间。他认为，中美合作领域非常多，但也要注意管控竞争。目前，中美关系还没到底，但不可能脱钩，也不可能冷战。So yes, rivalries go on. We have to cooperate to be able to be successful. But what I meant when I talked about cooperative rivalry is we have to think of both the cooperation and the rivalry at the same time. 但从目前美国一系列对华政策看，拜登政府遏制中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的迹象，近来更是在涉疆、涉港等议题上大做文章。当地时间周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无端指责中方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负责人和有关成员进行所谓无理制裁，并妄称新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仍在持续。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予以回击。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反人类罪行，是美方一些人编造的世纪谎言。美方一再造谣污蔑，目的是抹黑中国形象，遏制中国发展，但他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汪文斌指出，过去几年，美方打着民主、人权、宗教的幌子，毫无道理地依据美国国内法，在新疆、香港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对数十名中方官员及多个机构进行单边制裁，严重损害中方利益，中方依法反制裁理所当然。我们注意到，每次美方编造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的谎言时，外交部都会予以坚决回应，而美方就涉疆问题制裁中方人员，中方也会采取反制措施。汪文斌今天强调，中方依法进行的反制裁是理所当然之举。他还表示，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正当利益。这是提醒美方，对于涉疆问题，中方没有退缩的空间。